去年啊，给苹果盖板的老伙计们趟雷了只要小几百块钱的 USB4 雷电3移动硬盘盒，还可以把 Mac 系统转移到外置硬盘里面去，成为了2023年最适合乞丐版 Mac 用户的硬盘挂尿袋解决方案。很多小伙伴们都给我留言了啊，我实在无法一一回答。今天就再开个新坑，一次性把市面上主流的 USB4 移动硬盘盒一起评测了，咱们看看便宜到200出头的盒子和各种 RGB 内置涡扇的盒子到底值不值，以及到现在为止 ASM2464这个芯片的盒子还有没有各种各样的 bug 了。首先来看老张买来的 USB 4.0 盒子的一个列表啊，需要说明一下，所有的设备都是老张自购。本次横屏的选品均选择老张听说过的品牌的主流销售型号，很多采用公版方案或者是新进品牌的产品，我没法一一穷尽啊。如果你需要老张替你趟雷的话，评论区告诉我，我单独买来给大家测试。另外，今年还是给大家推荐廉价硬盘方案，所有的盒子都是 ASM2464的廉价方案。好了，咱们来看看所有盒子的情况吧。老张一共找了7个型号的 USB4 盒子，实际成交价格从219到384，按照价格从低到高排序，分别是加 E， 这个呢是标准版，卖329块，但其实和 ITGZ 就是一个拉皮换脸的相同产品啊，但 ITGZ 只要219块钱，大家可以直接把加 E 给 pass 掉了啊。这两个盒子无论是参数还是设计，多说一句都浪费时间啊。再接下来呢是麦沃，这个盒子是廉价 USB 盒子的鼻祖，第一款 ASM2464的移动硬盘盒，现在的成交价229，还有一个外置磁吸风扇的版本，只要加5块钱就能成交啊。这盒子我一直在用，稳定性呢还是经历了考验的。川宇 U401 就是那个做廉价读卡器的牌子，239块。缺点呢是外壳呢竟然用了塑料加铝合金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其实呢就是盒子的外面有一层塑料，估计呢是怕工作的时候不小心摸到它烫到你的手，你说它贴心不贴心？螺丝固定的外壳，被动式散热的设计。海贝斯，这是苹果外设一个挺有名的入门级品牌，344块钱成交，铝合金材质，内置涡轮风扇。无螺丝的设计非常好，它给的这个线也不错啊 ，A 口 C 口2合1，省得老设备不兼容。奥瑞科和海贝斯的设计几乎是一样的，但是多了一个 RGB 的灯，尺寸也大了不少。这个呢是这次所有盒子里唯一一个有光的啊，349块钱也是可以转换的线，好评。最后一个，也就是最贵的是绿联啊，但是其实也只要384块钱啊。说实话呢，这个绿联作为最贵的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它呢是 CNC 的铝合金盒子，内置涡轮风扇，采用螺丝固定的外壳。它呢比较实在啊，一次性给了你 A 口和 C 口2根线，就很笨，很贴心。但是这个价格啊，配上这个绿联有点不太美丽。在测试中，为了和高端的雷电盒子做对比，我还找出了实际成交价500多块钱的英特尔7440加9210双模盒子做一个性能的对比。这个盒子呢是内置风扇设计。好，咱们开始测试。测试机呢是 Mac mini 乞丐版，系统安装在 Mac 的内置硬盘 ，USB 4.0的硬盘采用外挂的方式。格式化成 APFS 苹果文件格式，安装的硬盘是国产之光光威 E 系列2TB NVMe PCIe 4.0超规格硬盘啊！连续10分钟不间断读写测试，7个廉价 USB 4的硬盘盒平均读和写的速度都在2800兆 B 每秒，这几乎已经达到了 USB 4雷电3的带宽极限。翔硕的这个 ASM2464芯片真的是牛啊！让人钦佩的是它的这个读写速度都是顶格的。这块呢，我就对比一下英特尔7440的芯片啊，普遍售价在500到1000块。我找的阿卡西斯的这个盒子呢，代表了雷电3硬盘的普遍水准。它呢实际测试平均读取速度2450兆 B 每秒，但是平均写入速度却差了将近100兆 B 每秒，只有2350兆 B 左右。2464的盒子价廉物美啊，真的是厉害。在7个廉价盒子中，写入性能最强的是川宇
这家伙被动散热，还套了个塑料外壳防止烫手。你别说啊，它这性能释放的还挺牛。读取速度方面，最强的是绿联，这个呢就是主动散热的盒子了，读取速度2810.27兆 B 每秒。无风扇被动散热的这个盖中盖盒子中啊，最强的读取速度是2795.43兆 B 每秒，是 USB 4盒子的鼻祖麦沃。咱们对比一下啊，这个表格里面性能最差的竟然全部都是英特尔垫底啊，与最强的廉价盒子比，写入速度差了将近30%，读取速度差了接近15%，更贵却更慢了，难道它更稳了吗？咱们随后看啊。10分钟连续测试后，选取10分钟测试中前10次平均速度与最后10次平均速度，用这2个速度的差值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对比。这个呢是老张自己提出的一个测试的概念，考察的是长时间使用后性能的一个稳定性，数值高于100%，越接近100%越好。它说明呢，长时间使用读写的速度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更稳定。随后呢，我会再优化这个数据啊。其中速度差值最低的是海贝斯和绿联，都是接近于100%，非常厉害。对比参考英特尔芯片的雷电盒子的读取数据呢是100.51%，但是写入一致性的这个差值就变成了98.43%。所有盒子里面，包括被动散热的硬盘盒啊，英特尔的盒子都是倒数。谁说英特尔芯片慢？贵，但是却又稳定的，不是那么回事啊，老伙计们，廉颇老矣。连续运行10分钟高强度的读写测试后，红外测温的图给大家供大家参考。其中温度最低的是奥瑞科，表面温度37.8度。你以为它散热最好？错啊！你看它的 SSD 芯片温度达到了最热的49度，这其实就说明它是个闷罐啊。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，你有风扇，热量却排不出去。说这个风扇是个摆设，没问题吧，老伙计们？真正散热最强的其实是绿联啊，涡轮风扇主动散热，表面温度38.6度，直接摸是没有问题的啊。SSD 的芯片温度44度，这简直强透了啊！和咱们拿来对比的主动散热的英特尔芯片的雷电3盒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。毫无疑问，所有硬盘盒中的散热王者。让我很意外的是，被动散热的 ITGZ 加 E 和麦沃，除了外壳很热，摸不得啊，但是其实它的散热效果还是不错的。SSD 核心温度的控制也都还好。接下来是 iPhone 15的兼容性测试啊，都是用的原装数据线，使用的是 iPhone 15 Pro， 只有2款啊是无法在 iPhone 上使用的，分别是麦沃和加 E。哎，这个地方出问题了啊！我刚才说了 ，ITGZ 和加 E 是套娃，但其实 ITGZ 可以很好的兼容，但是加 E 不行。我把 ITGZ 的线换到加 E 上，还是不行啊，那就是加 E 不行呗。比较让我吃惊的是，使用了内置风扇，理论上功耗会更大，但是呢，所有带有风扇的版本都可以插到 iPhone 15 Pro 上直接使用。好，说一下结论啊，包括英特尔盒子的8款盒子里，最值得买的是最便宜的 ITGZ， 我为这个结论负责。只要219块钱，哎，散热性能和 iPhone 的兼容性都非常好啊，就是外壳热，没事儿，别贱了吧唧的摸它。那如果你是个有钱的盖板用户，不考虑价格因素，那最值得买的就是绿联。哎，这个东西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！如今绿联这个做工、性能、散热几乎都是所有盒子里最好的水平，包括英特尔芯片的阿卡西斯。那避坑的型号啊，我也给大家列出来。加 E ITGZ 的套娃却贵了100多块钱啊，不值得买。奥瑞科主动散热，散热性能呢还不如没风扇的。还有就是英特尔芯片的所有雷电3认证的盒子。如果说去年刚出的时候啊 ，ASM 2464廉价 USB 4的盒子还有一些兼容性问题、未知问题，那在今年看来，廉价的 USB 盒子在优化过之后，简直是暴杀英特尔雷电3的盒子，没有任何定语啊！
接下来呢，就是假装现场 Q&A 环节，我来回答一下之前几只 USB 4廉价盒子视频下面的这个网友最关心的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按照老张的方法把系统迁移到了外置 USB 4硬盘，但是却无法更新系统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老张也已经试验过了啊，就是 USB 4的硬盘，包括雷电的硬盘，在苹果 M 系列芯片，就是新的苹果电脑中，如果你把数据迁移到外置硬盘，那就无法升级了。那我现在提供一个折中的方案，就是把系统保留在内置硬盘中，然后把你的数据都转移到雷电硬盘中，这样呢既保险又可以不影响系统的使用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想降低发热，能不能特意用 PCIe 3.0的硬盘啊？用的话速度怎么样，发热怎么样？这个你看完我的视频你就发现完全没必要了啊，数据你都看了啊，就是造就完事儿了，并不是热到不稳定啊，很稳定，就是热。第三，旧的采用雷电3接口的 Mac 接上 USB 4的硬盘没反应怎么办？这个非常简单，你单独买一根雷电3的 C2C 的线插上就可以用了。买雷电3的线插这个 USB 4的硬盘盒，就可以走雷电3的协议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做到这儿。如果对你有一点帮助的话，一定要给老张点赞。老张已经很久没有涨过粉丝了，赶紧关注我。